我等一下要去见的这个女生呢，名字叫做小何，然后她是一名警察，同时呢，她也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女朋友。这边是我女朋友，她下去。哎呀，那你有想过要喜欢吗？其实有同事会开玩笑，但是我觉得那种开玩笑其实它是一种试探。但是他们是对，比如说男女朋友评价也不太好，对，还是只对女生不，特别是男同，就是他们会觉得很恶心。这边也发生过什么比较有趣的案件吗？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出了一只猪，我就很好奇，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他会怎么处理？在体制内，他又面临着什么样子的问题？他是怎么选择穿起了这一身制服？今天一起来问问他吧。Hello， 你好，你好。这就是小何警官，我现在要谨言慎行了，有点紧张。顺路先聊一聊嘛，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就在派出所，基层派出所。对，哇，那应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儿。对，然后我之前还经常就是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那种出警日记，因为太搞笑了，有些事儿。是不是很像那个守护解放西？啊，对对对，真一模一样。哎，这个部分我还蛮感兴趣的，等会儿可以说一说。可以。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警察的呢？高考完了之后吧，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然后才去了解了一下警校。高考之前的所有的想法都是想去做，就是比如说记者或者翻译这种，但是男女分还是差距还是比较大，女生就会比一本还要高70-80分这种才行。警校非常非常的卷，一开始进去的话，我第一个月是1700，除了就是自己的工资以外，然后就年终还是会有一部分奖金，但是这个非常非常少了。就是因为体制内的也全部降薪了嘛，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对，没有我也说有。对，去吃警察的工作餐。哎，那比如说像现在你正在玩的时候，会有这种突然的任务把你叫回去？会，经常就这种双休1个月都可能只有一次。走吧，这边是你的辖区吗？这边不是，这边是我女朋友她辖区。哎呀，这边也发生过什么比较有趣的案件吗？就那边前面那个红绿灯那儿，然后有一天晚上大概11点过，然后突然从那个湖那个公园，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出了一只猪，然后猪对，然后当时有个群众就报警，让我同事真的要抓吗？真的要抓，我们同事派出所他是真过来抓猪了，所以这种活真的是你们干？对，真的是我们干。好，让我看看我的提问体感。我现在经常提问到一半就忘记了自己下一个问题应该问什么。不愧是批人。所以你现在是有谈恋爱吗？恋爱中，女生对吧？对啊，她也是警察。对，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当时我们分到同一个地方之后，然后就互相更加了解了彼此。然后当时我们租房子又租在了一起，就是成为了室友嘛，就慢慢熟悉了，然后就在一起了。怎么发现对方也是喜欢女生呢？并不是喜欢女生，就他以前谈的都是男朋友。你也是吗？我不是哦，我只谈过一个男朋友，其他都是女生。对，真的想谈男生？不是，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就是想试试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喜欢男生，就是试了之后发现确实真的不喜欢。就是所以是谁表白的？他先表的白，但我都很惊讶。然后他表白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哇，好棒！你跟你女朋友现在的日常生活大概什么样？就是平常我们就上班，然后下班了之后他就去跳舞，然后我就去健身或者跑步。然后回来晚上就一起看电视剧，这还是比较平淡的。对，比较平淡。你们现在是在一起5年，对吧？对，在一起5年了。身边的朋友都知道，然后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家人知道，但是其他的长辈都不知道。半出柜吧，应该就。但是你有想过跟更高的家人说过？想过，但是没办法说，不敢说。职业里边肯定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吧？对，我们也会接触这种案件。当大家聊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对同性恋不是很反对啊，但是我不希望我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案件呢？之前我在城区实习的时候，那个派出所，当时就有一对情侣过来报警，他们俩是打架了嘛，相当于，然后那个 P 就要那个 P 赔10万块钱，是因为那个 P 打了那个 P 的鼻子，那个鼻子是假体做的，打歪了。能在派出所报警的这种群体，他会稍微的更偏激一些，就是所以我们的同事对于这种群体的评价都不太好。但是他们是对，比如说男女朋友评价也不太好，对，还是只对不只对女生和男生，特别是男同。特别是男同，就是他们会觉得很恶心。你觉得会不会跟整个局里面男生情况比较多，这点会，因为男生他其实更难接受2个男生在一起。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时在学校的时候非常多，男生和男生非常多。比如说像学校里边有这么多，但是你在你的所里、同事里反而又没有，是吗？也有，刚好也有，只是他们不知道。对，那他平时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个直男吗？不会，就稍微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也有那种非常直男的那种，他会融入群体，对，自己，对。
甚至会采取行婚呀。那你有想过要行婚吗？没有，你的打就是算是什么样子？之前其实最开始的大学的时候有了解过这个，就是有过，因为觉得这样子会给家人一个交代嘛。类似的案件多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风险非常的大，不管是行婚还是什么，其实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在法律上，你们就是要承担一些共同的义务，就是男生和女生他行婚之后，然后家人还会催你生孩子，但是男生在这方面他就会妥协的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无所谓，他就是几秒钟的事情，甚至会觉得我们行婚之前明明说好的我们不生孩子，这种事情如果闹到法庭上来讲的话，其实女生是占不了任何优势的。那你现在你女朋友也是警察，那她面临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更严重对吗？对，他妈会经常跟他发很多那种相亲的微信，就经常给他发那种男生的照片，对，然后他就说哎不好看不理睬那种。那你没有做一个比较长线的打算吗？前一年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争执或者那种，对，然后后来就是现在我们就慢慢想通了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就是我们两个肯定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他应对的方式就是先就这样敷衍过去，然后等着时间慢慢一步一步的，等他30岁、40岁之后，没有家人再催他了。那比如说像你们日常的相处里边，你们俩因为是同一个职业嘛，你们会有一起处理的情况吗？会有，其实有同事会开玩笑，但是我觉得那种开玩笑其实它是一种试探。前2年我们都是一直就是说不是，别人还是会觉得哎你们俩是不是就是在谈恋爱？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互相就对我们的同事就说我们有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是有一个实体吗？还是？对，是有个实体的，就是我们的 gay 朋友。对，互相打掩护。那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长久之计吗？我觉得不是，因为其实你到了30多岁的时候，你还没结婚，别人就会问，哎，只谈恋爱不结婚？因为其实像体制内这种不结婚的情况非常少，就哪怕是他就是一个喜欢同性的人，但是他都可能会采取行婚。那你们是准备这样做吗？对。为什么就是下定如此大的决心？因为行婚它的风险也很大。那这个会对你们的职业有影响吗？就是以前的话，如果你没有结婚没有家庭，领导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很靠谱。就会觉得你没有居无定所的感觉，就是你没有一个主心骨，就会有这种的想法，不会给你不会提拔你，这种想法会少很多。因为现在的领导他其实也很年轻，包括我们现在单位上也有一个女领导，她也完全没有结婚。所以你觉得女领导的存在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吗？我觉得会，就是会有一个范例在上面。那比如说这个领导是一个年轻的男领导，你觉得会有区别吗？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吧，他可能还是会觉得，哎，你要不要结个婚，其实更好一些。所以还是你觉得女生这个领导的加入会让这件事情他更能共情女生。看到没有，女生就是要往上爬，真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地方去玩。比较痛苦的是那种值班的时候，晚上12点，你刚躺在床上就有人报警了。一般半夜报警的会是什么事件比较多呢？打架、纠纷，特别是男女朋友吵架，就是比如说吵着，然后就厨房拿个刀，我要杀了你这种。那这种会直接给他就是抓起来吗？不会，说白了还是一个纠纷，就是只要没有伤到对方。所以你们判定要不要抓人的，就是有没有人受到伤害是吗？对。那比如像你们出国的话，会有很麻烦吗？非常麻烦，特别麻烦，是血和泪的教训。6个领导签字，先在所上报备，然后去分局报备，而且分局报备需要找5个部门的领导，然后领导一般情况下都不在。去马来西亚那次，我整就是蹲领导都蹲了3天，然后才把所有的字签完，然后才能领到自己的护照。那你们出去的这种次数会有要求吗？比如说1年只能出去一次？1年只能在公休假和年休假出去。我们去我经常跑步的一个公园。哦，你每天都会跑步是吗？对。哇，好健康啊！你会跑多久呢？一般是5公里或者10公里。就是这个公园吗？对，就走这儿进去。这个公园就是我们的辖区，就归我们管。在自己的辖区跑步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那种主人公的感觉，感觉在自己的领地、自己的那种地盘那种感觉，特别有安全感吧？对。像这种是你们做的吗？这边是那个我们街道办做的，但是我们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做一些关于毒品的方面的一些危害的宣传。就平时就是在这儿跑步。那你会自己来跑吗？还是带着你女朋友一起？一般都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跑步就是一个自己独处的运动，而且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可以想通、想明白很多事情。你是 I 人吧？对 ，I 人，INFJ。你有什么想再聊一聊的吗？就是我有一个亲哥哥。然后他是体制外的，就是他是专门做那种 MCN 公司的，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区别就非常的明显，就是我的思维可能会比他更保守一些，所以我觉得体制内可能就是一个思维比较固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外人看来就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地方吧。就是，那你之后会有其他的打算吗？做这个职业并不是一个
就是我想一辈子就是一生就都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的话会觉得，如果没有更好的目标或者更想做的事情的话，可能暂时还是会踏踏实实做这份工作。手都酸了。我们可以录个结尾。现在还是有很多女生是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的嘛。至少我看到一些视频也是发现，就比如如果他们想要来考警察，或者想要从事这份工作，你会有什么建议吗？就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想来做这个职业的话，是不是可以忍受一些可能会不自由，就是没有像在体制外那种更多姿多彩的生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也会经历一些别的女生完全不同的人生。在这个职业里面，可能就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用，就会很辛苦。自己能够接受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觉得，比如说在前期他们需要面对的事情有哪些更多呢？比如说是像考试啊这些，有什么 tips 可以给的吗？比如说像我们的公安联考，就是我们上班的，就是类似于公务员考试这种。现在的话，竞争就会非常的激烈，基本上每一个女生都是成绩非常好的那种，踏踏实实的，就是去听课，然后去做题，争取考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可以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对你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前途都会更好一些。在工作之后的话，我会建议多学一些技能，比如说考一下司法考试，或者去考研究生考试这种，就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自己的工作也会有更长远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你如果不想干警察了，当你考了司法考试之后，你可能可以选择去当律师，或者去一些企业公司里面当法律顾问。就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再连接到其他的路。对，如果你想继续当警察的话，你考了司法考试，你也可以去到一些法制部门，对于法律的认知也会更高一些。你当警察的话也会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解。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何。拜拜。好，拜拜，拜拜。当了警察之后，我就去考了研嘛，然后我当时研究生的时候，我读的是涉外警务，因为我非常喜欢英语，当时就想，如果我可以去维和就好了，就是想去当维和警察。这个也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就我希望如果能够完成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我当警察这个职业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